帮主萧英，魔魂霸天虎，从镇魔殿羁押到奉天狱不足5年，竟然在诸位眼皮子底下逃走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我等监管不力，请首座责罚，请首座责罚，请首座责罚。魔族入世，江陵必定大乱。上面只给了我3天时间，抓不回来，不止诸位公职难保，就连我们叶家都难逃清算。叶小姐息怒，他2人乃是先天高手，他们要跑，我等实在无力拦下。要不，请镇魔殿那位出马。事事都要劳烦决定，要你们何用？他们确实挺没用的，捅了这么大一个窟窿，还指望别人给你们擦屁股？你们这儿谁是头儿？麻烦签收一下。宋白，你一个臭送快递的，竟敢教育我们！等等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？昨天来的。奉天狱内，活人勿进，非请勿进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出去了。哎，你们先听我说。现在我可以说了吧？狗胆包天的东西，你去和奉天狱800王魂说吧！想送我去见奉天狱800王魂，你们也配？住手！叫我住手，可以。耳闻生死簿能治天下绝症，在下想借阅一下。生死簿可是奉天狱至尊典藏天书，你一个臭送快递的，竟敢妄想借阅生死簿！啊！我配吗？呸！叶小姐，救我！奉天狱的奇门异术都在这里，拿去。谢了，叶小姐。慢着，我奉天狱是江陵魑魅都怕的暗夜天牢，竟被你轻松擅闯，还被你重伤7大藩王，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啊？解释什么呀？你究竟是谁？只有一个人能来去自如任何地方，苏无白，是你吗？哈，我叫苏云，是个送快递的。放他走。哎，太阳帮帮主小英，别打了，我再也不逃了，我再也不逃了！立刻去查刚才那个快递员。坏了，小强马上过世了。喂，老婆，我们女儿的病有救了。那你先开会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唐总，那个废物已经帮你解决了。店主，店主，天鼎11年，镇魔殿殿主殷伟，进雷魔，除火鬼，断风煞，龙君夜叉，饮食魔头血，诛800恶灵。苏家无子不白，绝世无双，盖封大主帝师，靠国之利刃，处于万人之上。店主的阵毒已入5脏6腑了，记忆、修为全部受损，即使是服下神药，也只能清醒1个时辰。5年了，他的大限将至啊！哎，店主，店主，你醒了？你叫什么？店主，店主，
别再叫我店主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浪费时间。我要去医院看我女儿了。哎，店主，啊不，苏先生，您的黑玉断续丸只剩2颗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吃了。睡什么睡啊你？赶紧录起来！一天到晚在这儿胡耍！快起来呀你！快起来！起来呀你！快点！问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废物！找了你半天，你死哪去了？我昨晚被车撞了，很多事都记不清了。没用的东西！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还有这个小杂种断绝一切关系。医生说晴儿的病刚好，需要静养。我们的这个事情能不能缓几天？当然不能了。今天晚上在唐家的私人派对上，唐家大少爷会公开向我求婚，我和你的隐婚关系必须结束。至于这个小杂种嘛，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。还不赶快滚出院！天天浪费我的钱。晴儿所有的费用都是靠我打工赚的，没还你的钱。哟，长本事了，还学会自给自足了。好呀，看样子这10万块钱的离婚赔偿，那我收起来了。协议我会签，但这钱我不会要。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哎，没有啊。离婚协议是我亲自拟定的，事关重大，你必须签字。还有你，以后不要叫我妈妈。晴儿大病初愈，有什么事情我出去再说。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可孩子都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忍心？爸爸你怎么了？爸爸没事儿，能不能等静静好了，我们再离婚啊？你们俩能不能少在我面前装可怜？就因为你们俩，害得我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。天意集团的唐总已经追了我2个月了，这一次我不打算再拒绝了。妈妈，是不是小七生病花了很多钱你才生气的？你别生气，我不治了，你不要跟爸爸我说了，不要再叫我妈妈，别再耗费我对你最后一点耐心，赶紧把字给我签了。不要生气了，我知道这5年我没有能力帮你分担压力，你很难过，但我也是为了晴儿。她从小患有绝症，需要有照顾，但她现在病情有所好转了，我也可以分出精力来帮你打理集团了。你个送快递的有什么资格说要帮我？爸爸他很厉害的，只是他失忆了，有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我和他结婚5年了，他有什么本事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小孩子乱说，你别当真。我除了送快递，还有兼职跑腿，给人刷刷盘子，当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工作。不过我会找一个体面的公司上班的，不会让你再被别人看不起。我和你的差距已经不是你找份工作就能弥补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拿这10万块钱，赶紧看病去吧。婉宁啊，你究竟还要赖我赖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想赖你，我想帮你。3天之后为你国际集团 CEO 大选，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大楚第一氏族举办的 CEO 大选，和你一个送快递的废物有屁关系啊！抱歉啊，唐总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以为我能很快解决的。无妨，你就是那个废物啊！婉宁心太软，居然养了你5年。换作是我，10万块钱够买2条人命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你小子命大，乖乖把字给签了，赶紧滚蛋，不然你跟这个小杂种一起命丧黄泉。动你往下试试！你他妈一个送快递的废物，敢跟老子叫板！我让你叫板！我让你叫板！废物也敢跟我叫板！不许打爸爸！不要打！起来！这样你没事？爸爸，你没事吧？婉宁，这种人渣也值得你托付终身吗？不劳你费心，
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席卷整个江陵，只有唐家能帮助我林家度过这次难关。我劝你啊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不要再纠缠下去。再纠缠下去，对你和晴儿没有任何好处。赶紧给我滚！我可以走，但是我也不想看到你被骗。哼，我对婉宁情真意切，我已经答应帮着林家度过这次金融危机。不像你这个废物，只会在那狗叫，帮不到他一丝一毫。你这种连小孩子都捉实的畜生，你能有什么真心？废物，你敢骂我？我放手，我就宰了你！妈的，找死！唐总，这也不会出事吧？放心，最多是个脑震荡，这样也好，让他动动脑子，认清现实。苏云，还不赶紧给唐总道歉？你想害死我们林家吗？还给我签字！我签。还有你的这枚星空之舟，说是什么绝世珍宝，我看不过是个地上货罢了。还给你，走吧，谭总。爸爸，你别伤心，晴儿会永远陪着你的。晴儿，晴儿，快叫医生！快叫医生！医生！师爷，我女儿怎么样？求你，我求！使不得呀，苏先生，使不得。苏先生，其实小店主的病已经好了大半，只需要其生母的一滴精血作为药引，便可痊愈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我就去找李婉宁。店主，哦不，苏先生，你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请注意，你的黑玉断续丸只能让你恢复全部记忆1个时辰，切记。切记。终于走了。我中了针毒，手术可以延缓毒素。为这日常大战，我不能死。救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进。叶小姐，查到了。快说。这个送快递的是林家的赘婿，他有一个女儿叫苏晴儿。我在他女儿那里发现了一枚玉坠，和您说的信物很像。星空之舟。那苏云呢？现在在哪？唐家庄园。他好像遇到了些麻烦。慕白哥哥，备车，我要去唐家。好。干什么的？我要找林总，麻烦让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是图呆？你就是苏云吧？我们唐总都知道你要来，让我们在这等你呢。你们要干嘛？当然是送你上路，然后再去解决那个小杂种。我还要救晴儿，我不能倒下。哇！飞起来！
干了！谭少，可以开始了吧？诸位大圣，咱们先把正事过一过啊。听说唐少最近手里有笔大买卖呀，大家向来都是有钱一起赚，有妞一起泡。没错，我与林总成立了一个新公司，主营海外工业，年回报率200%，对外募资10个亿，出让49%的股份，大家有没有兴趣啊？李总裁不愧是江陵第一美女总裁，有她投的项目，我们很难不赚钱嘛。说得对，我出2个亿。多谢皇上。但是林总，我有一个条件，能和您一起跳支舞吗？这婉宁，不就是跳支舞吗？2个亿呢？好吧。皇上，你做什么呀？当然是跳舞了，脱衣舞嘛！皇上，脱呀！皇上，林总，你要听话，别说2个亿了，我再加2个亿都可以嘛！你。你是想打死黄少明？住手！苏云，赶紧放开皇上，放手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居然敢动手打黄大少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江陵商业大亨黄青云的独子。你个狗杂碎，你这样敢打我，活腻了是吗？皇上，此人一向鲁莽，不懂礼数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哼，林总竟然替一个狗杂碎道歉，林总跟这个杂碎关系可不一般呐。皇少爷，您误会了，苏云不过就是我林家的一个看门保安罢了，我和他并不熟。您看这样行吧？我自罚2杯，咱们坐下来继续谈生意。林总好大的脾气呀！我刚才不过是跟你开一个玩笑，结果你这放口来咬我。继续谈生意啊？你想得美！坏了本少的心情，这2个亿，本少不投了。皇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何必跟一只狗计较呢？皇少说的对，请您高抬贵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在我这儿找机会了，好啊，让你的狗现在给我跪下，把我脚底下舔干净。苏云，立刻向皇上下跪道歉。我道歉，是他先对你图谋不轨，我才出手的。你是聋了吗？没听见皇少说他是在开玩笑吗？婉宁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现在秦阳危在旦夕，需要你的一滴救命精血，你能不能先和我回去？只要秦阳没事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住嘴！你弄坏了皇少爷的心情，搞砸了我2个亿的投资，还想让我救人？你妄想！今天你要是不向皇少爷下跪道歉，你休想走出这个门。婉宁，喂，不好了，苏先生，小店主发生休克，那一滴精血需要多久才能送过来？婉宁，秦儿现在动不了了，是不是只要我跪下，你就愿意跟我走？我跪。对不起。哎呦，让你当狗你真当，让你下跪你真下跪，你要不要脸呀？婉宁，现在给我去医院，快点！想让婉宁跟你去医院，你得拿出来点诚意吧。我们这场私募派对价值10个亿，好，我给你打个折，你拿出来2个亿，我就让婉宁跟你去医院，怎么样？ 2个亿，那我怎么拿得出手？
要不这样吧，我回去翻翻日记，应该会有办法的。等等啊，他是跪下来了，但是这儿还没舔干净呢。舔，必须给我舔！下等人就是低贱，让你跪你还不跪？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啊？把这些玻璃渣给本少吞下去，吞！你们欺人太甚啊！欺人太甚？你就是个靠打杂送快递的死废物贱民！你这种人也叫人？在我们眼里，你连狗都不如！哎呀，这样撑不了太久了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求你快点提前不买这个，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！爸爸，这个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才可以吃，吃下去你就可以保护晴儿了。药，我要休息了，我的药呢？怎么犯病了？想吃药啊？叫爷爷，爷爷让你吃啊！叫啊！苏云，你现在的样子真令人作呕。你想吃啊？想吃吗？想吃我喂你吃。堂上喂你的狗屎都吃！下等人贱！哎，穷贱！就是贱！就是贱！贱！穷人就是贱！贱人！贱人！贱人！穷，就活该低贱吧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我说了，谁多话，谁死。苏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下等贱民，你竟然敢打伤堂上！来人！苏云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叶婉宁，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人是你。作为母亲，致女儿又不过去和这些垃圾混在一起，你不配做晴儿的母亲。你敢打我！跟我去医院。做梦！苏云，你明不明白？你的出现坏了林家大事。今天这场私募派对是唐家少爷专门为我筹资举办的，而你不仅打了唐少，甚至还破坏了私募派对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说穿了，林小姐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叶家大小姐叶子怡，叶老爷子亲军的嫡孙女，奉天玉手做叶子怡，叶家大小姐，真的是她？她怎么来了？叶家叶姿一代苏先生出嫁，买你林婉宁一滴救命血。这2亿够不够？如果不够，叶家再出2个亿。苏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来晚了。这是你要的2亿现金。这，我的？我的就是你的。美女，你没搞错吧？这2个亿真的是给苏云的？区区2亿而已，只要苏先生开口，别说2亿，20亿、200亿我都可以叫人送来。林总，你要的2亿现金已经送来了，可以跟苏先生去救女儿了吗？叶大小姐，冒昧问一句，您和苏云是什么关系？苏先生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故人，很像。哦，我懂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没有关系。这2亿的现金跟他8竿子打不着边儿。婉宁，如果你跟他走了，你将什么都得不到。我手上还有钥匙，至于其他的，以后再说吧。晴儿身不成命，根本等不了。等不了，那就跪在这里慢慢等。
我告诉你，看在叶大小姐的面子，你刚才冲撞我的事罪责减半。现在趴在地上给我学狗叫2声，然后绕场1周，你就可以滚出去了。你认真的？当然，做不到，老子就叫人入场杀鱼。你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让苏先生跪地当狗？叶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废物有什么误解啊？这个废物就是林总的隐婚老公，他被林总在家转养了5年，除了吃晚饭什么都不会。所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，林总才和他断绝关系。但这废物不知好歹，放着林总给的10万补偿不要，还跑到这里胡搅蛮缠。就在刚刚，他用蛮力撂倒黄少爷，企图强行带着林总离开。所以，他就是个不值得同情的畜生。你还真是厚颜无耻啊！2次雇凶杀我的人是你吗？另外你，唐良生道貌岸然，形若狗彘，你对他言听计从，就是把林家带入深渊。满嘴放屁！婉宁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对你的关心在乎，在这个废物的眼里，那是栽赃陷害的把柄。下等人就是下等人，真他妈令人作呕！废物！你刚才偷袭我，老子现在捏死你！被苏先生说中了，所以恼羞成怒。那倒不是，叶大小姐，我家老爷子跟叶老爷子也算是旧交，咱们算是一家人。你是选择相信我，还是选择相信这一个废物？我当然是选择相信苏先生。叶大小姐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对苏先生动手是为了帮我呀？叶大小姐，你要知道，他就是被一个扫地出门的垃圾。是，我知道，他跟你的故人很像，但这也只是像。红狐和燕雀都是鸟类，但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。大小姐，我这是真的怕你被诓骗了呀。唐总说的对呀，把这2个亿砸在一个废物身上，简直是浪费呀。苏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叶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2亿现金，我会叫人送到林家。3日后问鼎 CEO 大选，我已经内定给你了。文宁，快跟我去医院。叶小姐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人不仅是废物，而且这儿还有病。问鼎 CEO 大选，最终决策权来自镐京第1氏族苏家。哦，对了，原来你也姓苏是吧？你不会想要告诉我你是苏家少主吧？苏家少主是我侄子。你好大的口贱！你怎么不说自己是玉皇大帝呢？啊！林家摇摇欲坠，只有在场的各位贵人才能挽救，而你却对林家的救星大不敬。你是想让我们林家灭亡吗？哦，对了，晴儿说你还有第2重身份，看来你的第2重身份是扫把星啊！你想知道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身份在浩土云巅之上。还浩土云巅之上，我现在就找人把你埋在地下。早就听说呀，这林总隐婚生子，但是没想到啊，竟然找了一个无脑废物当做老公，哎，简直是耻辱啊！公开咱们的隐婚关系，让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，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吗？晴儿命悬一线，你不闻不问，难道非要眼睁睁的看他离开才满意吗？放你妈的狗屁！苏晴儿得的是绝症，病危通知书都下来了，你居然说婉宁的一切可以救她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！我看你这个狗东西，就是想拖住婉宁，以防她一步登天，甩掉你这个包袱吧。原来如此，苏云，像你这种见不得他人利益的小人，我早就该看透。你信他，不信我？我当然信他了。唐总可以为我带来10亿订单，帮我问鼎 CEO 大选，而你除了给我带来负面影响，甚至让人家跟着出丑丢人。叶小姐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在林家就是百无一用的垃圾赘婿。林总作为江陵第1美女总裁，居然跟一个废物结婚，口味还真是独特呀！韩总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他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要不是看他们生病可怜，我跟他早就结束。
我就说嘛，林总守身如玉，洁身自好，怎么会找一个废物发生关系呢？原来这5年以来，他都是一个摆件儿啊！林婉宁，你不要逼我，我可以给你和林家富贵，但同样，我也可以立刻收回来。素云，我给你10万是让你去看脑子的，而不是让你在这里痴人说梦。好啊，那如果林家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那你收回吧，因为我不稀罕。林家的实力虽然不及在座的4大家族，但是在江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家族。你居然说林家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给的，你这么牛逼，怎么活得还像一条狗啊？唐总，你不必相信他，他这几年患上失忆症，时好时坏，有时候啊，就像一条疯狗一样。婉宁，我只是替你惋惜，这5年他在你家吃你的、喝你的、穿你的，你养一条狗也知道对你摇尾巴，不像他只知道坏你的好事儿。林总啊，人美心善，可惜养的狗呢不通人性，反咬一口。好了，苏云，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，赶紧向唐少还有黄少爷低头认错，滚出这里！少低头认错，那他们的脑袋都得掉地上了。够了，苏云，让你在众人面前低头认错，对于你这种小人物而言，就这么难吗？苏先生不用认错，相反，该认错的人是你们。叶大小姐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苏先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另外，我再强调一点，苏先生是我的男人，我不许他向任何人低头，特别是你。叶大小姐，你这玩笑未免开的也太大了吧？大小姐，他就是一个废物，就算是出于怜悯，也不至于这么护着他吧？闭嘴！我的事儿你们没有资格过问。苏先生为了救孩子，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，而林总你呢？身为苏晴儿的妈妈，不但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毫不关心，甚至和他们狼狈为奸，你的良心何在？堂堂搞进叶家大小姐，居然插手别人的家事，传出去就不怕别人笑话吗？好了，老娘，叶大小姐是因为她长得很像她的那一位朋友，出于怜悯才闹的这场乌龙。我说废物，大家全部都是因为你才闹得不开心，你现在跪下给大家磕个头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还有，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，叶大小姐能帮你使，帮不了你使。你，大小姐，我和唐总已经一再推让，如果他再不识好歹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你们应该庆幸，我现在没空搭理你们。买断协议你已经签了，离开消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协议我确实签了，如若不是晴儿，我也根本不可能再出现在这里。李婉莹，我再说一遍，只要你肯救晴儿，别说2亿，就算200亿，还有问鼎 CEO， 我也可以一并给你。大放厥词，区区2亿都拿不出来，还200亿，别他妈做梦了！真是土包的狗仗人势。按照你这么说，那市值万亿的问鼎国际公司是你家开的？林总，苏先生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信他呢？相信他，叶家大小姐，我告诉你答案，因为他不配。我们在一起5年了，他的人品性格我最清楚不过。这5年来，要不是我一直坚持打拼事业，我们林家早就沦落街头，沿街乞讨。至于苏云口中那个孩子，3年前就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他能活到现在，已经算是个奇迹了。根本就……万一有希望呢？没有希望。我相信苏先生，只要你肯跟他走，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 3天后呢，就是问鼎 CEO 的大选，我们黄家握有重要的一票，这一票价值10亿。如果林总现在离开了，那我们就投给其他人了。苏云，马上离开这里，不要妨碍我跟黄总继续谈生意。谈生意？像我刚进来就谈吗？他一个废物，怎么能知道我们怎么谈生意？我看啊，还是让我手下的人把他带过去，聊聊其他事，比如断条胳膊、卸2条腿什么的。谢谢提醒，不用下去聊，我这就出去。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这次看叶大小姐怎么保他！李婉婷，现在跟我走，只要你救了晴儿，过去和刚刚的一切，我都可以一干成就。
正常皇少，今天晚上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儿的。我去哪，这群蝼蚁根本阻拦不了。白宁，我知道你担心林家的危机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就算整个江陵所有企业都倒闭了，林家也会毫发无损。苏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幼稚？就因为你的匹夫之勇，才害了林家。白宁，你仔细想想，5年前林家的第一桶金为何从天而降？这些年来，林氏集团遇到无数次生存危机，为什么每次都有贵人相助，逢凶化吉？这又是为了什么呀？够了！你不就想说，因为林家背后有你操盘、运筹帷幄，所以才一路高歌猛进、拼级涨级？我林晚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辈，变成为荆州、江陵2省云底的第一女总裁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一个送了5年快递的窝囊废物？作为一个男人，你除了吹牛，根本没有给我带过半点指望。你到底怎么样才会相信？好啊，既然你说林家的一切是你给的，你有能力给，自然有能力收回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相信你。1分钟内让林家破产。你的这个笑话真的很无聊，是不是笑话？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林总，你们的女儿现在在医院生死未卜，你却还这么执拗，耽误抢救的时间。苏晴儿不是我的女儿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苏云，从你签下买断协议那一刻开始，你和苏晴儿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苏晴儿的死活，我为什么要放在心上？你是？至于你的一再纠缠，只会让我觉得更加恶心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晴儿的生死，你当真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苏晴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她的死活我不在乎。你废物！适可而止了，那老夫难立我不容易。这里不是工地，不是比谁的力气大，这里是比谁的钱多，全抢！唐总，替我叫人杀鱼！小王八蛋，你能在我手里跑过2次，算你好运。但这次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帮不了你。喂，爸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吗？是什么？林家被人举报了，银行账户全部冻结。婉宁，怎么了？林家破产。什么？苏云，是你。现在你醒了吗？婉宁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去救晴儿，我让人马上收手。你畜生！林家养了你5年，你居然让人举报我们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个人？婉宁，我当时就说过，咱们应该把他往死里整。都是你以前心太软，才会被他反噬。林总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而无信。既然苏先生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话，你就应当按照约定，马上和他去救孩子。苏云害我林家破产，我恨不得身蛋其肉，让我帮他，简直妄想。叶大小姐，皇家和叶家关系匪浅，叶老爷子对我们有恩，但这不代表你可以纵容一个毫无瓜葛的人骑到我们头上。唐总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叶大小姐，这次谁都救不了他。你们说对了，我不但要纵容苏先生，我还要全力保他。在场诸位，谁要是敢动苏先生一根汗毛，我叶资一10倍奉还。叶大小姐，你这是与在场的所有人为敌呀！我就是要与你们为敌，你们又奈我何？无论是权力、财富还是地位，在叶家面前，你们都上不了台面。叶大小姐，我尊敬你，叫你一声大小姐，但是如果你再欺人太甚，我黄景瑜可就不客气了。我现在就给洪家打电话，我今天晚上就是要杀鱼吃肉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我！废物，你今天死定了！苏云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向有关部门澄清举报，并且向皇少下跪道歉，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林婉宁，我真不明白，为何你宁愿和这帮臭虫为伍，也不相信我的谎言？林家每次遇到绝境都能反败为胜，为何你这次却要执迷不悟？执迷不悟的人是你吧？皇少和唐少都是我林家的重要靠山，只有他们能让我林家扭转乾坤，站在问鼎巅峰。靠山？是吗？我只需一句话，你的这些重要靠山就会灰飞烟灭。你在这儿装锤子呀？啊！还有5分钟，我的人就到了。
小王八犊子，等我们的人到，我要看看是我们打手的拳头硬，还是你的嘴硬。司先生，不要怕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你只管横行霸道，我替你扫尾善后。苏云，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啊！你是什么时候和叶家大小姐好上？什么时候？那可就早了。不过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无论如何，苏云都曾经是我的老公，他却背着我，做出这种破坏两个人感情的事，我不该过问吗？传出去，让我林婉宁和林家的颜面如何存放？林总，我和苏先生确实有一段感情，而且是在你之前。说到破坏感情，你好像才30小3吧？还有，你一再表示跟苏先生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在你眼里，苏先生百无一失。怎么，现在遇到了比他更优秀、更卓越的良配，你心生嫉妒？我怎么会嫉妒一个这样的废物？这5年来，我跟他根本没有感情。况且，我已经有了唐少这样的未婚夫，论能力、家世、样貌，你身边的这位苏先生不及他的1/1000。这么说，唐总很完美？那当然了。唐总出身江陵名门，与4大家族几乎齐名。30出头的唐总与那些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完全不同。相反，他气势非凡，卓而不群，年纪轻轻就成了市值50亿天翼集团的总裁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说到做到，跟那些心口不一、只会纸上谈兵、夸夸其谈的人完全不一样。哎呀，婉宁，说实话，我对这些虚名毫不在乎。唐林联姻，第一方面是老爷子的意思，第二方面是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笑什么？林总还真是管中窥豹。你口中这么完美的男人，在你刚才差点被人强暴的时候，怎么还在看戏呢？叶大小姐，我劝你不要挑拨离间。我对婉宁那是情真意切，天地可见。再说了，我跟黄少爷是兄弟。刚才黄少对婉宁是开玩笑来着，你信他说的吗？当然。那么恭喜林总，很快就要成为唐少奶奶。希望林总以后注意检点，不要再惦记别人的男人了。叶大小姐，我不管你和这个废物是什么关系，常言道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他捏断了我的手腕，我要他2条胳膊，不管他。江陵铁九城青面兽豹哥到。叶大小姐还真是有魄力，但是别忘了，这是在江陵。青面兽豹哥，江陵土皇帝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报告，这个人说要废了我，你管不管？管，必须管。黄大少爷，我只要您一句话，你想让他怎么死？小子，你不是很狂吗？我豹哥纵横2省3市，谁见了都得低头哈腰。你别看你现在走着，一会儿让你躺着出去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就是你不肯道歉的后果。现在认错也晚了，2条胳膊少1条都不行。小子，你命不好，偏偏得罪了黄少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啊！青面兽城堡，威风真大，见到真正的主人你视若无睹，倒是对一条哈巴狗毕恭毕敬。看来在奉天狱那几年，我们白养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奉天狱服役过？报告不必多虑，这个女人跟我们的事情无关，而她旁边这个废物，你只管出手，出了事儿我来负责。负责？你负得起责吗？爷爷，你养的皇家杂犬不听话，如何处置？好，那就以爷爷你清君的名义收缴皇家财产，全部充公。什么？你爷爷是清君？你是奉天狱的叶大小姐？怎么，你不信？小人不敢。3分钟内，皇家将从江陵除籍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皇家对叶老爷子可是忠心不二，名下企业的利润1/5上缴。我不信清君会因为一个废物断我皇家的生路。叶小姐，在场的诸位又不是小孩子，你拿这种骗人的把戏，未免也太幼稚了。皇家作为4大家族之一，屹立于江陵30载，
就算是清军老爷子想废除皇家，另立新王，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的决定。更何况是你叶小姐3分钟的功夫。那就拭目以待。叶大小姐，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当然，一定是吓唬他的。叶家最近有点麻烦，有心皇帝所不及。我去上个厕所。老师，我女儿病情怎么样了？店主，小店主见我抢救，暂时稳住了。还有2分钟，你现在低头认错，然后自断双臂，我可以网开一面，否则皇家上下一个都逃不了。我是宋白，2分钟内，1分钟，让皇家消失。叶小姐，现在谁不知道你们叶家为了查案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？0号案件如果不侦破的话，你们叶家迟早要倾家荡产。不错，本少又不是傻子，叶家在这个节骨眼上根本就没有精力封杀我们皇家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高估了皇家的地位？也许在某些大人物眼中，皇家还不如一条泥鳅呢。我们皇家坐拥100多家商场，市值200亿。在整个江陵都无人撼动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样的大人物不把我们皇家放在眼里啊？再过20秒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他妈就是一条丧家犬！没有叶大小姐的强行站台，你现在就是一滩肉泥。时间到。皇上，老爷电话。喂，宋老爸。我们被集团罢免了，皇室董事会把我们解除了。爸，这不可能吧？这皇室集团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啊！什么？有人暗箱操作，买下了整个公司？我哪里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啊？喂，爸，叶家，是你们叶家。皇上，发生什么了？叶思义清军名誉把我们毁了。皇家没了，真没想到啊！这叶家竟然因为一个废物灭了皇家。虽然说叶家刚刚受到重创，但是他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！这皇上太倒霉了，这也。看在叶家的面子上，我愿意认错，也可以向苏云认错。包括车子、房子这些经济赔款，我都认。还请叶大小姐给我们皇家一条生路。不可能啊！难道爷爷认真了？哦，你皇家不是坐拥整个江陵，无人可撼动吗？你不是要卸掉我2条胳膊，一个都不能少？清军命令已下，复职收。你口上惹事，你等于什么？叶大小姐。一定要把事情做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不过今晚发生的事，我们唐家，而且我们4大家族，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唐总说的对呀，大小姐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收缴我皇家，断我生路，天道好轮回，我就不信你能保护她一辈子。苏雨，你适可而止吧。皇家已经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，你还不赶紧见好就收？你是在替他求情？我是在替你着想，你别以为傍上了叶大小姐这棵大树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们俩这种不亲不楚的关系，他叶家能保你到何时？你信不信今天出了这个门，唐少是不会上当退休的？你若这么认，那唐家就和皇家一同清算。收手吧，你这个疯子！一个只会假借别人威风的人，有什么本事？赶紧向皇少还有唐少下跪道歉，这件事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。林婉年，是他们要断我生路，废我的双臂，你让我向他们道歉？你害林家破产，借叶大小姐毁了皇家，我们对你还不够宽容吗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们已经降低标准了，不要过分啊！1000万，3辆豪车，1套别墅，还有一句对不起，废物，这是我自
最后的底线了。皇家已经名存实亡了，在你们账户上除了负债1毛钱都没有了。够了！七面兽，打断这个人的双腿，然后丢出去。你们放开我！报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唐总，你得救我呀！今天在我唐家地盘，我看谁敢对皇上动手，给我放手！不就是一条狗命吗？你们不干，我来帮。皇上，丢出去！现在轮到你了。怎么？你还想骑到我唐家头上啊？你不就靠着叶大小姐吗？没有叶大小姐，你他妈屁都不是！可我就是有叶大小姐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林婉娘，你的靠山不过如此。叶大小姐，你真的要这么纵容她？你有意见？当然，叶大小姐，你滥用职权，不惜把皇家打入深渊。我作为4大家族的同盟唐家，当然不能袖手旁观。来人，现在就要这个人的狗命！放肆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黑龙，你是我唐家人，叶大小姐再怎么目空一切，还能在我唐家的地盘上无法无天不成？我看你们真是混你！哼，在镐京，我们的确制裁不了你，但是在江陵，叶家远远不够格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4大家族之首的韩大公子，韩少已经继承了韩家所有的企业，是江陵最大的地产大亨。唐韩2家联手，叶子小姐，这样你可以撤出了吗？远远不够。住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苏先生说的对，就凭唐家、韩家确实不够资格。奉天域7大藩王都是我爷爷旧部，只要我一句话，整个唐宅都会被人包围。而你们这群臭鱼烂虾，都得给我进去。申某不才，祖上身世曾是奉天域之首，如今我三叔在江陵7大藩王也算之一，不知加上申家，叶小姐，你如何应对啊？叶大小姐为了一个下等人就对皇家下此毒手，难以不重。唐总说的对，唇亡齿寒。在江陵的地界，4大家族说过的话就没有失效过。金荣许家不服，愿与3大家族一同替天行道，诛杀这个废物。金荣大牛许家、地产大亨韩家、奉天域申家，还有唐家，我们4大家族联合起来，不知道叶大小姐你还顶不顶得住？叶小姐，本来今天是没你什么事儿的，只要你把她交给我们，就可以回去休息了。怎么啊！废物，死到临头了还敢他妈动手！我再说一遍，谁敢动苏先生，奉天域的棺材就为他留着。伯宁，这就是你豢养了5年的狗，不仅乱咬人，还不可理喻。苏云，你可真是无药可救。你的拳头除了用来打人，还能做什么？叶家大小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面前这个人卑鄙下流，只会莽夫之勇，毫无分寸。一旦你沾上了他，是真的会倒大霉。林总，像你这样趋炎附势、如意附山的女人，还真是让人少见。苏先生为了救女儿，不断的求你回头，而你呢，置亲情于不顾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你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我。我跟他在一起这5年来，他除了只会做家务、带孩子，根本给我带不了任何帮助，甚至只会给我带来大霉。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满口谎言。这样吧，你现在立刻向唐少下跪认错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可以求他们既往不咎。如果我不能，那么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还有苏晴儿。林总，苏先生真是瞎了眼，竟然看上你这种女人。除了威胁他让他道歉认错，你又有什么能力？叶大小姐，你为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废物，要跟我们撕破脸吗？ 5年前，爷爷就把我许配给他。苏先生
如今是我叶家的乘龙快婿。苏先生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能伤你。合着这个废物是叶家的女婿？因为魔魂重案，叶家已经元气大伤，如今又找了一个废物当上门女婿，这不是自取灭亡吗？江苏的这个狗东西运气居然这么好，上一任老婆是江陵第一美女总裁，现在的未婚妻又是国色天香的功勋之后，那又怎么样？啊，林大小姐不是说了吗？他们结婚了5年，连碰都没碰过，想想听着不值得。叶大小姐，请你让开，否则我手里的家伙可不长眼。咱大家族已经发话了，你跑不掉了，废物！我就把话放在这里，谁要是敢动苏先生，就是和叶家过不去。我叶资医愿倾叶家全部财力保护苏先生，哪怕是倾家荡产。叶大小姐，你这么做只会两败俱伤。我看未必。叶家虽为镐京第2大家族，但是头上还有一个第1世家苏家，而我韩家是代受苏家庇佑，作为苏家的左膀右臂，叶大小姐，你真的斗得过我们吗？叶家也算是高大门户，叶老爷子戎马一生，甚至被上面奉为清君，但是这身份和地位都是在苏家之下，无论实力和名气都压不了苏家半点，而我们是苏家的一份子，跟我们斗就是跟苏家斗，结果会很惨。有多惨？哼，轻则家道中落，重则人间除籍。很好，那我就让苏家将你人间除籍。还人间除籍？怎么？你是阎王爷，还是苏家少主子呀？都不是。大家听听，这个人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你什么都不是，还想把我们除名？你这不是疯子是什么？哼，小子，你的实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就那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傍身，有什么资格跟唐少将比？哼，更何况我们4大家族。废物！你要是能将我们除籍，我申浩然第一个跪下来叫爷爷。若是如此，我许家愿意给你一辈子当狗。诸位说的没错，我一介痞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能将在场的4大家族人间除籍？但苏某力所不及，不代表叶大小姐就没这个能力。只要叶大小姐的一句话，你们的下场比黄景瑜还要惨。苏先生，子怡拼尽全力也会护你，但恐怕我也力所不及。放心，一群小屁孩不计下我。叶小姐说了，只要她一个电话，你们就会哭爹恨娘，束手就擒。够了，苏云，叶家就算再家大业大，也承受不了你这般无穷的祸害。林总，请你不要对我的未婚夫指手画脚、评头论足。俗话说得好，夫唱妇随，路车共挽。苏先生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，他不但代表我，还代表整个叶家。我要以你苏家的名义，将江陵4大家族除籍。没错，1分钟也等不了。司令，不要不识抬举。现在向苏先生低头道歉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否则黄景瑜就是下一个你们。叶大小姐，你当真要为了这样一个废物与4大家族为敌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只会两败俱伤。林总，请你记住，苏云她不是废物，你会后悔。好一个夫唱妇随呀！叶子怡，你不会以为你一个电话能打到苏家少主的办公室吧？怎么现在为了庇护一个不知天高的废物，你叶大小姐也学会坑蒙拐骗了？哼！叶家维护不周，导致江陵将近亏空1万亿，大街小巷人尽皆知，就连苏家少主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你说你一个电话能将我等出名，不觉得是在哄骗3岁小孩吗？叶家作为镐京的第2家族，素来和苏家不和。你告诉我，除非苏家少主吃错了药，否则怎么可能对我们动手？不要再跟他废话了，石鲁，动手！上！
他连武者黑龙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无妨，小子，唐家武馆350副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劝你10分钟之内自裁谢罪，否则就不是这小小的断掌之痛了啊！苏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不要紧。你们竟然伤了我和苏先生，好，那你们就在奉天玉棺材里待着吧。叶大小姐，你太天真了。奉天玉7大藩王早就对你不满了，你觉得你现在说的话还他妈能算数吗？陈王，立刻带人剿捕唐家。什么？陈王是不是打电话和你说他因公办事不能分心呀？看我实话告诉你吧，陈王等人正在申家打麻将呢。叶大小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叶家大厦将倾，谁会为了一个即将退居2线的家族卖命？苏先生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先走吧。等我处理完毕，我再向先生赔罪。抱歉，是自己能力不足，让先生跟着我丢人了。婉宁，你看到了吗？人的一生有很多选择，比如男人选对了，扶摇直上选错了，一落千丈啊！叶大小姐就是个例子。素云，你现在自裁认罪，叶家还有晴儿都上门保全。哦，我要是死了，谁来照顾晴儿？你吗？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如果你死之后，那就让晴儿自生自灭。今晚的事情本来都可以避免发生，但就因为你的执拗，不但让自己陷入危地，还连累了叶家。如今4大家族已经齐心协力，筑成一座铁笼。今天晚上，就算你们有3头6臂，也插翅难逃。至于叶小姐嘛，我劝你考虑考虑谭先生的建议，这样你还有选择的权利。你想让我怎么选？当然是选择放弃苏云，成为我们的同盟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，并且叶家还会增添重要的合作伙伴。那苏先生呢？至于苏云的话，我会向唐总求情，留他半条性命。林总，果然是有魄力。在你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抛弃，但对叶姿依来说，不然。苏先生是我心爱的人，我保定他。大小姐，外面冲进来一群狂徒，见人就砍，我们快走吧。苏先生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叶大小姐还真是一根筋呀！门外200多号人都是江宁刀上舔血的无良，我一声令下，便可让他们进屋杀人。如果叶大小姐还是想保这个废物的话，那我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林婉宁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让他们现死，1分钟内我全部解决。来人！1分钟，都他妈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装？你大可以继续装，毕竟你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40秒。白痴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现在里里外外加起来上百号人，我就不相信你一个人能把他们全部击倒。我不会出手的。你该不会是个蠢货吧？啊，不出手，站着让我们干打！叶大小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离开这里，我可以原谅你的无知。好，好，好，很好。明天江林的新闻标题我都想好了：镐京叶家第1千金与黑帮火拼，惨遭杀害，结果凶手查无此人。唐总，要不还是放了他们吧，毕竟……婉宁，对待这种下三滥，就得下死手。兄弟们，杀鱼！人到，韩家家主到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韩老爷子，爷爷，您怎么？你个该天杀的！你想让我们韩家灭族吧？
韩家家门不幸，我韩树人决定将韩三千逐出宗门，永不召回。爷爷，这什么情况呀？我可是你的亲孙子呀！畜生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这把老骨头也保不了你，韩家也保不了你。不，爷爷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可是您的亲孙子呀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三千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不该得罪的人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苏家少主一字九鼎，有你活着，老夫已经冒了绝顶的风险。再不与你划清干系，断你生路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恐怕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。不，爷爷，你一定要救我呀！闪开！从今往后，你与韩家再无瓜葛。哼！闪开！韩三千是韩家的独子，韩树人竟然如此杀心，难道真的是因为叶子怡？叶大小姐，三千狗眼看人低，三千不知天高地厚，三千该死！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求您放我一马。你要就这么把我赶出韩家的话，我就没有活路了呀！韩大少爷，这件事情还不能确定，你确定是这个叶子怡做的？万一这件事还有别的什么隐情呢？说的不错，我还真就不相信了。一个即将落败的家族有什么本事能够使唤苏家少主？苏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家因为你的力量即刻神圣。你们不是说叶大小姐口有虚名吗？韩三千已经倒下，还有谁不服？我去你妈的！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！佛祖来了也救不了你！今天我出2000万，要了这个废物的狗命，我动手！动手！奉天玉藩王到。三叔，您来的正好。奉天玉叶大小姐滥用私权，营私舞弊，为了一个废物不惜伤害了皇上，废除了皇家，导致我们江陵损失一大商业集团，简直是罪不可恕。罪不可恕！叶大小姐，还有这个叫苏云的废物，他假借林总前夫之名闯入这里，不光打伤了皇上，还打伤了我，甚至骑在唐家的脸上拉屎。这个人就是罪魁祸首，他罪该万死，罪不可饶恕。你想把他怎么样？三叔，我知道江陵一直是您和其他藩王共同治理的。如果出现这种以下犯上、徇私枉法的事情，按照大楚律例，应该断足流放。什么？你？叶大小姐，适才在下正在围捕凶手，又加上这一路拥堵，所以呢，来迟了，抱歉。无妨。陈叔，您为何对他这样？他是一个徇私枉法的人，您还对他毕恭毕敬？我跟叶大小姐是同僚，这打个招呼。当然，陈叔自然不会把这种光杆司令放在眼里。以前的叶家金碧辉煌，现在不过是大厦将倾罢了。如果不是看在清军的辫子上，我们连你一块儿收拾。你说什么？三叔，您刚才不是问我要怎么处理这个家伙？看看这里，都是我们的人。今天您和陈叔先赶到回府，安心休息。这里都交给我，我保证把这里干干净净，任何把柄。你还要杀人灭口吗？一个杂种，一个蝼蚁，杀了就杀了，怕啥？这不是您教我？我去你大爷的！让你他妈胡说八道！我事先声明，我从没说过这种话。既然少主已经表态，那我就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三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个逆子，你自己想找死，别带上老子！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三叔，我跟你身家和你
再无可说的了。要胳膊还是2条腿，你自己选择。不，三叔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给我爸打电话，我告诉老爷子，老爷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三叔，你快放开我！爸已经自身难保，至于老爷子在 ICU 生死未卜，这全都怪你得罪这么个大人物。你死，去死吧！叶大小姐，身家的交代，您还可满意？既然如此，烦请叶大小姐在家主面前美言一二，我等这就告辞了。这不可能啊！叶思一真的搬出苏家少主了？唐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唐少、许少，要不我们还是和他们和解吧？要不我真的怕接下来他们苏家对我们……不会，苏家代理人和我爸有一桩极大的生意，这笔生意，徐家家主到。爸，别叫我爸！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孽障。徐老，您这是？告诉我，门口那些人全是你叫来的？是，没错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们家老爷子再有5分钟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不想被他打断你的狗腿的话，让那些人统统给我滚蛋！咱们上还是不上？看来唐总已经失去了控制了。你们先走吧。唐总，那兄弟们的跑腿钱，事后我会给你们结钱的。滚！许伯伯，现在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爸，您该不会真的是被叶子怡这个臭娘们叫来的吧？咱叶家何德何能驱使4大家族？爸，你个孽障！我们徐家手持300亿的股票，1分钟全部跌停啊！所有的高管全部落网！你个不知死活的孽障！难道你想让我们整个徐家跟你一起陪葬吗？啊！爸，您在说什么呢？儿子听不懂啊！听不懂是吧？不过没关系了，老子没时间跟你解释。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把徐文豪给我拖出去，打断双腿，打回废人。另外，徐文豪，我再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我的父子情谊到此结束。啊！拖出去！爸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现在真的轮到我们唐家了。唐总小刘部，你要干什么？今天的哑巴亏我吃了，事后我会去叶大侠酒家登门道歉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等等，叶大小姐，让我走。唐总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杀鱼吗？我娘，我是因为你才举办这场私宴，现在又因为你陷入这样的困境，只有你能救我呀！林总，你不是跟那个废物有过旧情吗？你快帮我们求求情呀！苏云，你看在我林家养了你5年的份上，立刻让叶小姐就此罢手吧。是你林家养了我5年，还是我为林家倾尽心血，助你走到今日？你这些大吹大擂的话，偏偏叶小姐就罢了，说出去谁人会相信？好，
既然你不看在旧情份上，那我养了苏晴儿5年，这5年的大恩大德，你就可以熟读无误吗？你非要救唐家，我可以理解，那叫唐良生跪下。刚才说的话，咽下去。苏云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他们断我的生路，要我的性命，你认为我过分？叶大小姐，你看着办吧。废物，你他妈没完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就是叶大小姐的小白脸。等叶大小姐把你给玩腻了，就像垃圾一样把你给摒弃，到时候你唐家还有到时候。你，叶大小姐，我们认了，就放我一马吧。滚吧。苏云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住手，放过唐少，同样的，苏晴儿的命我也不会救你。林总，你可真是狠心！你身为苏晴儿的妈妈，竟帮着一个外人置她于不顾，这都是他逼我的。废物，你不是很牛吗？我就不信你连你自己女儿的命都能抛弃。现在你女儿的命掌握在林总的手上，林总说不。够了！今天的事到此为止。李婉宁，跟苏先生去医院。叶大小姐，夫唱妇随，这是你说的，去不去都在我唐良生的一句话。至于答案，就看你苏云的表现了。放！四大家族的下场你也看到了，不要自取灭亡。你最好搞清楚，现在是谁在掌控着局面。苏云，你不要你女儿的命了。唐老爷子到。爸，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不愧是我唐某人的儿子，深思熟虑，足智多谋，至少不像那4个老东西一样3言2语被骗得掏空家底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？叶大小姐，不得不说，你非常的聪明。用一招瞒天过海和虚报消息，就让那4大家族与奉天玉分崩离析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那可是申家、许家还有韩家。愚蠢！我专门向苏家的代理人江先生催询，所得到的结果和我想象的一样。苏家并未下令封杀我们和4大家族，这都是叶子怡你放出的假消息。叶子怡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说呢，这3天前，苏家代理人就已经下令要在问鼎 CEO 大选上围剿叶家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苏家少主怎么出尔反尔，突然要帮叶家？原来是你在搞鬼啊！叶子怡，你闹了这么大一出乌龙，令江陵损失上千亿，是清军也保不了你。苏家代理人，我总没听过。你没听说过的大荣还多得去呢。苏家代理人号称泰山公，是江陵政界坐山虎，就是叶大小姐的爷爷清军，也要卖他的面。苏云，你得罪大人物，还把叶家推向无尽深渊，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心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。现在我放过唐家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去救晴儿了？你个狗东西，还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。麻烦兄弟们再回来一趟。沙云，吃肉！唐良生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林总还给苏先生，否则……叶大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为这个废物着想？今晚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到浩宁，你的公职马上不保，而且清军叶老太爷恐怕也要卸甲归田。否则，你现在有跟我谈否则的权利吗？
我已经叫陈王过来了，你们不配和苏先生斗。哟，叶大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听传闻说叶大小姐重疾傍身，怎么发病了？问鼎大选在即，叶家已经是穷途末路。不要说委派陈王，就是一个普通士官，你以后也无权调动了。以后江陵就是我们唐家的了。废物！我看你没了叶家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我劝你现在跪下来，把这地给我舔干净。你要是舔得我开心了，我还能让你留下来，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把玩你连碰都没有碰过的女人。你放手！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还有你女儿偿命！苏云，你给我放手！好，我放。你这胆大包天的东西，敢断我儿子手腕，我饶不了你！爸，他嚣张不了几时，我的人马上就到了。我今天非得让你去见阎王。唐少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这小子就知道偷袭，要是赢了你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李婉宁，只要你肯救晴儿，不管10亿、100亿，我都会给你。但如果你屡教不改，那李家就和他们一同消失吧。走，站住！谁也允许你走了？爸，放心，他们走不了，我的人已经到了。就算走出这个大门，也得好着回来。苏先生，你快走，我已经让陈王断后，没人能伤得了你。至于你女儿，我会替人让人想办法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快走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喂，那条火鱼已经出去了，记住，剁鱼投降。唐少，我们真的要断了他们生路吗？那叶家那边，做大事的人就得心狠手辣。婉娘，你马上要成为我唐家的儿媳妇了，在这方面你要多多向梁生学习，对于那些累赘包袱，绝不能手软。老爷少爷，大事不好！奉天玉陈王带了800多名警员包围了整个唐宅，不仅把少爷那些过来办事的朋友全部带走，还让老爷子您亲自配合调查。你说什么？肯定又是那个叶子怡。叶家已经大势已去，他要为了这个废物耗尽他们所有的运气。叶家蹦跶不了多久了，2天后叶家必亡。老爷子，苏家代理人泰山公亲临，陈王等人已经离开。泰山公现在就在偏院，要求4大家族还有您和少爷火速前去商讨大事。有泰山公坐镇我唐家，别说是他奉天玉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动不了我们。泰山公这次来，应该还是为了问鼎大选和围剿叶家。无论如何，这次大选我们势在必得。梁上，你和万宁千万不能拖后腿。万宁，以防万一，我会找人把那个废物给做掉。你好好准备，大选即可。我知道了，苏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至于晴儿，那也是你害的，和我无关。白细胞查一下。店主，店主，陈殿爷，我女儿的病情怎么样了？苏先生大可放心，小姐的病情已经大为好转。真的？可你不是说还需要林婉宁的一滴精血才能做出救命药剂？难道是婉宁的？林总那边我们已经联系了多次，但是无一结果。相反，叶小姐倒是……叶慈怡？是的，小姐天生2H 阴性熊猫血，这种血型千万中无一，而叶小姐却正好跟她一样。几个小时以前，我们已经提取了叶大小姐的鲜血，并且做成药引给小姐服用了。真是太巧了！哦，对了，叶慈怡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叶大小姐5年前受了重伤，这种伤情需要常年的调养啊。哎，店主大人，
恕属下多嘴。5年前，您在江里阻击魔族，力挽狂澜，结果被震毒重伤。而那晚正巧救下您，并且和您发生关系的女子，您确认就是林总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属下不敢。由于这件事儿太过蹊跷，所以属下偷偷派人验了林总头发上的 DNA。快说，林总的 DNA 跟小姐不符，他们并非母女关系，并非母女关系。店主，店主，看来这黑玉断血丸的药效即将失效了，而且它的副作用已经伤及了您的性命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只要我有正常状态，再撑3天，哪怕是最后的3天。参见左使。左使，5年了，你都已经在这里苦等了这么久，万一店主不回来了呢？那位绝顶一言九鼎，怎会食言？不错，这几日龙剑蠢蠢欲动，而江陵那边有消息，贪狼帮帮主萧英已经伏诛，而对他动手的人极有可能是店主，但这只是传说。通知各大护法回江陵迎镇魔殿殿主帝师国之利刃苏不白。大脚步，大脚步啊！我赢了，爸爸。叶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恢复了，所以顺便来看看孩子。晴儿很可爱，也很听话，我很喜欢她。晴儿也很喜欢叶阿哟。你真的没事吗？老毛病了，无碍。倒是你惹了一身麻烦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暂时没想好。昨天宴会上的事儿，我可是当真了。如果你愿意，自己24小时恭候，记得带户口本。坏了，出来太久，案子还没头绪。记住，我一直等你哦。我走了，阿姨再见。爸爸，叶阿姨好可怜啊。阿姨说5年前她有一个孩子，可惜永远的离开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叶阿姨亲口给我说的。而且阿姨说我脖子里这条玉坠特别眼熟，阿姨看了好久。晴儿，乖，你好好休息，很快爸爸就可以带你出院了。太好了，爸爸，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当然，我们2个都好了。属下参见店主。当魔主重现天刃的时候，属下就知道您要回来了。镇魔殿10万大军都已蓄势待发，只等店主取龙剑一同斩魔。小人物已经落伍了，魔主陈手也跑不了。我让你查的事儿呢？店主，你让我查的事情全都有结果了。晴儿，乖，你好好休息，爸爸一会儿回来。林婉宁根本就不是小店主的妈妈。5年前，她和叶姿怡在同一医院待产，林婉宁因大出血被迫流产，而叶姿怡的孩子则被人偷偷调包送给了林家。也就是说，小店主的妈妈其实是叶大小姐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这调包的事是谁干的？清军叶老。清军叶家。店主，您可还记得持续了13个月的诛魔战役？5年前，我中了阵毒，和一名女子发生了关系，但迫于局势，
我们只能暂时分开。秦安胸前那枚星空之舟的玉佩就是我留给他的，我答应他，尘埃落定就会回来，护他余生。那名女子就是叶自依，只不过在您离开之后，叶自依便被魔窟的人盯上。如果不是清军及时出手，那么叶大小姐已然殒命。雪兰，我负她这么多。叶自依痊愈之后就发现怀孕了，叶家上下无不震怒，他们认为叶自依怀的是没有名分的野种，于是，在分娩的时候将孩子调包，还骗他说孩子已经死了。爸爸，所以叶阿姨才是我妈妈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晴儿，都是爸爸的错。我想妈妈，很想。店主，明晚问鼎大选将如期举行，江陵4大家族同时向叶家发难，而叶家也会因为没有查出凶手被上面迁怒，一败涂地。有我在，没人敢动叶家。镇魔殿会动用所有资源倾注于叶家。陈雄没有露面之前，暂且不要打草惊蛇，全听店主安排。晴儿，再给爸爸一些时间，爸爸很快就会带妈妈回来的。叶小姐，明晚璀璨之夜，你愿意和我共舞吗？青龙镇守，八方来拜，这问鼎 CEO 的大选还真是气派啊！女儿啊，今天晚上等你当上了问鼎集团的 CEO， 我们林家就一步登天了。等我姐当上问鼎 CEO， 那我就当执行总裁。爸妈，这次候选我可能没机会了。你说什么？计划有变，唐老爷子让我把全部筹码压在唐总身上。唐总是你的未婚夫，他当上了问鼎集团的 CEO， 仍然有你一半。没错，这都是自家人，好说啊。哼，我姐之所以失去竞选资格，肯定是拜那个废物所赐。爸妈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什么林氏集团的美女总裁隐婚生子，其老公还是一个不中用的废物。这件事情搞得整个集团人心惶惶。至于唐家，他们没有提及退婚，就已经不错了。原来如此。苏云，这个一天杀的！哼，我姐马上就是问鼎 CEO 的老婆，立于万人之上。至于苏云那个扫把星，爸，我建议最好马上处理，以绝后患。你今天晚上就安排人把这个人给我除掉。爸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让他从江陵彻底消失。你们打算让我怎么消失？你这个骚东西，你怎么还是阴魂不散呢？你废物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林家也不会失去问鼎 CEO 的大选资格。没错，就是因为我一句话，原本属于你们林家，属于你林婉宁的璀璨之夜，最终烟消云散。妈的！破坏了我们林家100年大计，居然还有脸过来嘲讽！老子他妈废了你！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货色，在我老大面前根本排不上号。住手！苏云，昨天晚上有叶家大小姐，今天又平添了一位佳丽，你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！这就让你惊讶了呀，林婉宁，好戏还在后面。废物！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道上的兄弟打过招呼，你和那个小杂种活不过今天。你看看你啊！我跟你说了，让你跟这个废物划清关系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，现在还得让你弟弟擦屁股。苏云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唐家已经答应既往不咎了，你就不能放过自己吗？你觉得是我在纠缠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曾经答应给你10万块钱作为离婚补偿，而你非但黑心不收，还跑到唐家捣乱，企图索取报复，甚至让叶家成为你自掘坟墓的替罪羔羊。苏云，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你的底线？你的底线就是建立在把我当傻子，把晴儿当成火焰的工具和利用之上。苏云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晴儿不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也不是我要找的人。
5年，你骗了我整整5年，怪不得秦儿重病，你从不过问，仿佛与你这个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怪不得我为林家付出了一切，也从未放在眼里，甚至还将我丈夫的身份引入人后。李婉宁，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，而且我们确实早就没有关系了。站住！既然你已经知道，那我也不怕告诉你，5年前我确实和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，纯属意外。后来怀孕流产，当医院把晴儿抱到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她不是我孩子，苏晴儿只是我死去孩子的替代品。同样，苏云你也是。这件事情你现在才知道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呢。可这个少卿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和那小杂种在我们家住了5年，吃了5年，这笔费用我们还没有清算呢。就这点钱，跟咱们家婉宁5年的青春能比吗？要不是你这个废物，我们家婉宁早就嫁入豪门，飞黄腾达了，还用得着等到今天？说得好，依我看，至少这个数500万，妈，这太便宜他了，1000万一个字都不能少。1000万可以，不过妈，他毕竟只是个废物，恐怕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要不然让他打个欠条。苏云虽然没有用，但他背后的叶家有钱，而且他身边这位佳丽估计也能帮上他的忙。毕竟吃软饭是他一贯的。放肆！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问鼎大选现场，整个酒店已经全部升级为3S 级安保，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在监控中。不出5分钟，上百名警卫就会来到这里。再动我一下试试。厉害，太厉害了！知道害怕就好。还有，你们刚才那一下，老子已经记住了。够了，苏云，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混入这里，也不知道你身边这位佳丽身份几何，但是请你立刻马上滚出这里，因为能来到这里的非一些名流贵族不可，像一些上不得台面入不得九流的废物，在这里胡闹，甚至会被抓入监狱以儆效尤。苏云，我警告你，在安保没有来赶你之前，你最好自己滚蛋。那5000万，你可以打欠条。一群鼠雀无惧无畏，凭这几句冒犯的话，我就可以让你们明正典刑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这位美女，敢问你是何方神圣啊？我不算什么，但站在你们面前的人，乃是今日问鼎的主角，你们得罪不起。啊，你说这个废物？苏云，不过这话说回来呀，你小子这桃花运怎么这么好啊？一个叶子一还不够，今儿个又冒出来一个甘愿为你驴蒙虎皮的角色。哎，不过啊，这前凸后翘，丰乳肥臀，这在跑龙套的演员里，至少也得500块吧？你找死！出去！同样的话，我只说一遍。苏先生是大楚盖世第一人，绝顶无双。你们要是再敢冒犯，那就3族重狱。贱货，你敢打我儿子？打他是轻的，信不信我把他的舌头给割了？苏云，你别不知好歹，我女儿欺骗你怎么了？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。不论怎样，我们林家还帮你养了5年的孩子，这狗还知道报恩呢，你去找人咬我们一口啊！啊！妈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。他打伤了你弟弟，话还这么嚣张，必须我正法！正法？你们不配！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我是谁不值一提，重要的是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这点小小的惩戒已经是对你们最大的怜悯。龙雀，不要说。苏云，你让人打伤我弟弟，你还有没有良心了？林总，我劝你不要去激怒一个对你对林家已经极尽宽容的人，他有自己的原则，但如果你一再触碰他的底线，那么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最大的后悔就是认识了他。5年前我就不该收留那个孩子，更不应该收留他。苏云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可是这5年来，你并没有成为我真正的丈夫的高度。是，我是骗了你，我是跟别人有过一段不堪的过去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依然高攀不起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会对你心软。爸，叫保安。你完了！打伤我儿子，
5000万不够，至少是1个亿。行，我满足你，1个亿是吧？以后我逢年过节都烧给他。够了，苏云，你想干什么？爸，别跟这个废物废话了，我们进去。儿子，咱们走。爸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出头。你看看你，要不是你，咱们林家怎么能惹得上那个扫把星？爸，我这就给唐总打电话，让他帮忙。告诉他，最好彻底解决了这个祸害。切，店主，您刚刚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出手废了那个白痴？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引出魔主陈雄等人，还有帮助叶家东山再起，这点小事不重要。遵命。叶小姐呢？属下派人护送，已经在路上。店主，林家那些白眼狼那么羞辱你，真的要听之任之吗？5年前，如果不是李婉宁，杰尔根本没法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但这份恩情，我已经还了。至于他们无耻的谎言和丑陋的嘴脸，和恣衣相比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问鼎大选在即，到时候林家就会看到一场特别的盛宴，林婉宁哭都来不及。现在老夫宣布，苏家投资1万亿，问鼎国际集团正式成立。下面有请 CEO 候选人登场。爸，不用再演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就等4大家族还有泰山宫入席了。很好，很好，梁生，那个位置今晚非你莫属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您失望。 4大家族到。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老唐，这一次大选，泰山宫钦定你为主持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，丢了咱们江陵商会的脸啊！诸位老爷子放心，我爸做事公事公办，刚正不阿。虽然我作为这次问鼎 CEO 的主要候选人，但是我爸也一样不徇私情。梁山啊，我也就是开个玩笑。既然泰山宫将您推向了这个位置，我等作为评审，自然也都倾向于你。承蒙厚爱，就算我能坐上问鼎 CEO 的宝座，那也是各位叔伯的功劳。作为晚辈，日后也是听你们的。孺子可教也。放心，我这一票，我们徐家只投给你。梁生啊，有我等的支持，这青龙宝座非你莫属哟。哎，老唐啊，您找的那个陪跑的傀儡怎么现在还没来啊？一个演戏的小丑而已，他不来正好。那么我儿子更加的是名正言顺。问鼎 CEO 候选人到。苏云，你怎么还会在这里？酒店的5星保安呢？把这2个人给我拖出去！苏先生是来竞选的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轰他？竞选？就他？老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废物！你说你是来竞选的，那青龙入场券呢？你要是拿不出来，老夫今天分分钟钟废了你。现在我们有资格了吧？不可能！老唐，你怎么办的事啊？找了这么一个跟我黄家有血海深仇的杂碎来竞选 CEO， 那个畜生令我和孙子断绝了关系，我韩家和他这笔账不共戴天。我儿子就是因为他成了终身残疾，我徐家不共戴天。你纵容一个与我4大家为敌的人站在这里，难道不给我们交代吗？我肯定让他
唐家下人办错了，我让他们去找一个废物走走过场，他们居然把这个扫把星给带来了。我这就叫保安轰人。等等，泰山公马上就要到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成何体统啊？请鬼容易，送鬼难。好，既然你今日要目送我登上这 CEO 的宝座，那我就留你。今日之后，我便替大家处理这个废物。话不要说太满，万一你输了。输？我怎么可能输？不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结局。唐总，拭目以待。哦，很好。看来叶大小姐要用叶家最后一块瓦砖为苏云盖棺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大言不惭，你个吃软饭的东西，也想染指青龙宝座？你呀，下辈子吧。真该欠杀的，得罪了这么多人，真是死不足惜。幸亏咱们有唐家做后trận，要不然本小子连累。你干什么？这个位置确实不适合我坐，而且我也不胜算。废物！你要明白什么是自惭形秽。以你的身份地位，100年后你同样没有资格竞选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今日4大家族全部投票于我，而你除了日暮穷途的叶家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啊，好好珍惜今日的时光，明天投个好胎。如果问鼎 CEO 的位置最后沦落到你这种小人身上，那么老天爷可真是瞎了眼。叶子怡，摆清你现在的姿态。你现在既不是奉天玉首座，叶家也不复当年。我可以理解你为爱痴狂，非要为苏云站台，但你们叶家已经没有本金了。叶老啊，还真是生了个好孙女，为了这么个窝囊废，非要把叶家那些家底全部赔光才肯罢休啊！还真是病入膏肓了。诸位，不光老眼昏花，这脑子也不大好用。我确实说过，这个位置不适合我坐，但不代表不适合叶小姐。而且，在我认为，青龙宝座除了叶小姐，在场的各位都不配。苏先生，这问鼎大选的入场券属于你，这万人之上的青龙宝座也只有你能坐。苏玉，你在胡闹什么？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操吧星，今天晚上是我女婿唐总登上云顶的大宴，你快不要走了啊！你这个废物，不要在这再作死了！泰山公就要来了，快让人把他拉下来！我再说一遍，问鼎的宝座是为叶小姐准备。还有，今晚这里我说了算。泰山公尚未露面，问鼎 CEO 的位置只能由他老人家来裁决。至于你说的，你他妈算个屁呀！我明白，这个废物自知难以上位，就拉来叶大小姐替他竞选。但不论是他还是叶子怡，都不配和唐总相提并论。问鼎竞选关系重大，理应按照规矩由我们投票决定。王老说的没错，现场只有8张椅子，对应着8张选票，那么其中4张都在我们手上，你不管怎么选，必输。听到了吗，废物？你怎么玩，你都玩不过我。识相的，该滚下来！婉宁，还不上去把这个废物给我卷下来！叶大小姐，你们叶家因为这个人饱受苦果，如果你一再执拗，后果将不言而喻。你们2个废物，要给我滚下去！抱歉，该滚的人是你。哎，婉宁，这个没良心的废物！我女儿白养你5年了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疯了！你个狗东西，你简直是疯了！你以前的老丈人就敢打！你们等我女婿登顶宝座，你们都得死！苏先生和你们林家也无半分关系，如果你们再这么纠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如果你们2个非要以卵击石，那就等死吧。唐老，问鼎大选可以开始了。慢着，叶子怡，虽然你这张入场券是真的，但我有一个问题：参选 CEO 的竞争者身价最起码10个亿以上。请问，昨天你们叶家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，恐怕现在账户上
不到6位数吧？没错，此次竞选，一来比的是雄厚财力，二来比的是人脉实力。叶小姐，你连10亿都拿不出来，这场竞选意义不大。你说的对，问鼎 CEO 的位置非常重要，所以财力、能力一样都不能少。苏云，你这就把叶小姐给卖了。叶子怡，你看到了，10亿他替你答应，不过你叶家能拿得出来吗？叶家账户只有1个亿不到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有什么可比的？叶子怡财力不足，实力不够，按规矩应视为自动弃权。苏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无妨，这张卡里不多，应该足够10亿了。全押叶小姐。叶小姐，不用担心，金换户。10亿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其验便知。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有10个亿啊？我怀疑这张卡里的余额呀，80%有问题。这是鎏金龙卡，全球限量只有5张啊！阿老，还不赶快叫人验资吧！来人验卡。老爷子，这张卡里的余额不是10亿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有10个亿啊？原来是张仿制卡。叶子怡，你参赛的资格被取消了。苏云，在这种场合开这种玩笑，你觉得你今晚你还能出得去吗？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等一下，老爷子，你们误会了，这张卡里的余额确实不是10亿，而是100亿。什么？什么？抱歉啊，太久不用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。叶子怡，你们叶家濒临破产，看来你为了这个废物已经砸锅卖铁了吧？原来这钱啊是来自叶家，那就不奇怪了。就算这次你们验资通过，接下来的投票选举，你们也不可能拥有胜算。来人，开始计票。稍安勿躁，叶小姐的财力已经验证过。那么，你们唐家，据我所知，唐家账上并不富裕，这10亿，你们拿得出来？苏云，你别太想当然了。唐家家大业大，别说是10亿，就算是100亿、500亿也都拿得出来。可是他们的财富啊，都是靠双手自己累积的，不像你，只会依附于他人。我们唐家矗立江陵数10年，账目上的余额是你这种蝼蚁可以想象的吗？既然如此，那10亿对你们来说只是个小数字。当然，公平起见，那就照例验资。怎么，你是不信我们？我们唐家最近啊是遇到一些难题，但是这小小的10亿对我们来说确实不算什么。哦，那么唐家因为投资不利，银行账户被封，田产地宅全部清算的传言是假的了？废物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唐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集团上确实有笔坏账，但等我拿下问鼎 CEO 的大选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看样子苏先生说的没错，原来没有资格参加竞选的是你们唐家。胡说！婉宁，这次 CEO 大选我势在必得，但是你能不能先借给我10亿？等我坐上宝座之后，整个江陵都是我们的。唐总，可是我们林家账户上也不富裕啊。那就抵上你们林家全部房产。既然唐先生说了，那我今天就做个主。婉宁，马上安排抵押林家所有的财产，全力支持唐先生问鼎 CEO 的大选。废物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伯母，您放心，之后我就会让他闭嘴，永远闭嘴。林家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抵押，总计37亿。苏云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林家的血本其实可以留着，好过余生，但现在注定要得水漂了。苏锤，你这废物，分明就是嫉妒。堂主入座问鼎，人心所向，
而你呢，不惜搭上叶家的全部，也要陪你演一场临终的丧戏。问鼎 CEO 的宝座只能由能力卓越、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，而唐总作为江陵的第一青年才俊，单是论投资实力，就远甩你和叶小姐10条街不止。至于林家的投资，你大可不必担心，因为我们会获得你远远想不到的高额回报。你林家的死亡与我无关，既然你们犯蠢，那就一蠢到底吧。够了，傻瓜！你以为单凭一个叶思一就能与我为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周围左右全部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问鼎大会拼的就是财力和实力。唐老，这第一局算不算我的赢？林总，哪怕你倾家荡产，好像也不及苏先生卡里的一半。论财力，你们输了。这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不过区100亿而已。我黄家愿意支持唐总200亿。说的不错，我许家再跟200亿。就凭你卡里这点数字，还不够强压我们。我身家出200亿，再帮唐总撑腰。你们都跟了，老夫也跟。不过老夫还有一个条件，唐总，等你当上了问鼎 CEO， 可一定要帮我孙子报仇啊！还有我儿黄景玉那份儿，我要的不多，无非是砍他的双腿双脚而已。这双眼睛不错，归我了。那我就要他的舌头。看来剩下的不多了，那就全部拿去喂鱼吧。感谢各位前辈，我唐某一定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别说是杀1个杂碎，杀10个杂碎，我也不在话下。这究竟是一场 CEO 竞选，还是恶魔的盛宴？蝼蚁想参天，那结果就只有死无葬身之地。叶子怡，你现在也一定很无助吧？毕竟你喜欢的废物无所依靠，而你呢，也是自身难保。要不你从了我，比起另外一面，我对你更是真心的。无耻，下流！叶子怡，我这是给你们叶家赎罪的机会，你不珍惜，好，我不明白了，你是要跟他一起下地狱吗？别生气，我替你出头。你不是说，只要你认真，2招内我就会横在这里，怎么？怕！泰山宫将至，我暂且不跟你计较。你们看到，就是这么一个雀大压小、魏强凌弱的东西，你们竟然还认为他实力不凡？倘若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权没势，那么今日就真的要栽在这。我最后问你们一次，你们真的要用这800亿买唐良生，断我的生路？确定？一定？肯定。小子，你今天死定了！龙雀，通知下去，4大家族的位置让狗来坐。春花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很明显，4大家族全部投票选我。至于你们，赶紧从这个宝座上滚下来！小王八蛋，你颠三倒四的胡说些什么？这8张座椅相当于江陵的8座高山，身份不到500亿的人都没有资格坐在这里，你居然让狗来坐！这个废物已经疯了！叫保安，赶紧把他拖出去，然后大选结束以后再把他拖回来，千刀万剐！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将我等比作猪狗，真是不可饶恕！依我看，直接叫人宰了他，后果我来负责。我终于知道江陵为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了，全都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助纣为虐，结党营私。这个世界本就是有钱人的事情，你非要与一个废物为伍，怎么？从枝头凤凰变为落汤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现在你明白，你与我的身份到底差距有多大了吧？谢大小姐，原本你我都是同一阵营的人，可是你偏偏执迷不悟，竟听信这个骗子的谎言，让自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。不过好在你还有一丝希望，那就是放开苏云，然后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这里。你在威胁我？这是给你的忠告。
苏云是我认定的人，10年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叶小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狗？当然是听话的狗。好，那听话温顺的就坐这。这看起来长得凶的就蹲那儿，剩下的就随便坐吧。奉天玉，陈王到。苏先生，您要的狗到了。苏先生，您要的狗到了。叶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又来晚了。陈王客气了，如今我已经辞去了奉天玉职务，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叶小姐总算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我还想着你忘了。今日问鼎大选，连陈王都亲自降临，看来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啊！这 CEO 宝座相当于江陵第一把手，控制万人经济命脉。这奉天玉上下可不得敬畏3分呐！叶小姐因为0号大案被贬为庶女，那陈王就是奔着唐总来的。唐总，以后你当上了 CEO， 一定要和陈王好好协作，毕竟陈王已经高升了。那是自然。听说陈王已经正式替代叶子怡掌管了奉天玉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明日我便派人送上贺礼。唐总，还不请陈王落座？陈王，您随便坐。哼，坐什么坐？我们的座位都已经被人抢了。陈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听懂。这明明有4个座位，您可以大胆放心坐的。哼，我要的不是那4个座，我要的是他们的。陈王，您指的是？哼，韩家、许家、申家，还有黄家。陈王，您别开玩笑了。4大叔伯是泰山公亲自选定的大选评审，况且您还是一个人，哪能用得了4个座位呀？虚扯！陈王的意思是让他们给他的狗让座。你，陈王，他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非得让我说的那么直白？你们4个不配坐在这里，我要让他们坐。苏先生，我这样安排没问题吧？既然没问题，那换座吧。我们都是两你这都。陈王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跟这个废物联合起来来羞辱我们的吗？啊！新官上任3把火，是你这把火烧错人了。陈王，都是自己人，您这么玩，就不怕引火烧身吗？把我们当成狗？陈王，你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太大了吧？俗话说得好，这养狗是用来看家的，要是这个狗连自己的主人它都不认识，就得换掉了。陈王不要欺人太甚。众所周知，大家背后站着的大主子是苏家，而苏家的上面是傲视九州的镇魔殿。如果非要比个尊卑，那除非是举世无双的镇魔殿殿主才配我主人，而你却认一个倒了台的叶子怡当主人，真是当真的糊涂啊！所以你们仗着苏家用800亿断了苏先生的生路，一个杂碎而已，没了就没了，谁会配一个蝼蚁的死活？他与天斗，自取灭亡。若苏先生是蝼蚁，那在座的各位就连尘土也算不上。2天前，4大家族已经被除籍清算，
论实力，你们不配坐在这里；论财力，这800亿是怎么来的？你要是说不清楚，那都得跟我走一趟。陈王，息怒啊！你我之间肯定存在有误会啊！韩老，还是您说吧。慢着，陈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了慢着，我的狗饿了，让他们先吃点东西。2天前，叶子仪为了维护一个废物，故意制造假新闻，让4大家族和唐家一同蒙羞。但这都是过去式了，泰山公已经出面解决。至于那800亿，泰山公承诺，只要扶持唐总成功入选，他就向苏家邀功，不仅能解封我们的账户，还能奉上800亿的奖金。如此说来，刚才各位大张旗鼓，扬言每家要为唐总投资200亿，都是假大空喽？4大家族只是遇到了一小点困难，不像叶家早已山穷水尽，只剩下100亿，徒增效。100亿都拿不出来，谁是笑话？最近江陵出现严重亏空，作为2省中流砥柱的4大家族自然受到影响，不过那都是暂时的。而你身后土崩瓦解的叶家，最多也就只能再撑几日。没错，等叶家灰飞烟灭了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嘚瑟。陈王只是卖秦军的面子，我不相信他会为了一个废物向我们发难。臭小子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陈王为你站台，但告诉你，你和叶子仪始终只是唐总的陪跑和陪衬。今日唐总是要登顶的人，你们2个现在可以滚了。苏先生可以走，只是他要是走了，那这个大选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既然你们不肯走，那我就让我的人过来帮忙了。来人呐！把这4个人给我扔出去！陈王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，我们可都是江陵的名人啊！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啊！你不想想你以后吗？哎呀，你敢威胁我？你配吗？陈王，难道这里要为一个倒台的叶家和一个狂妄的废物，要把我们4大家族颜面踩在脚下？陈王，未免也太狂妄了吧！啊！废，就是这么称呼台上的这位大人物的？适可而止啊！今日的闹剧要是传扬出去，你陈家如何在这江陵立足？老的不成，小的不就，其父必有其子。你儿子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看你跟他也差不了多少。今天你要是跪下来给苏先生和叶小姐道歉，这件事儿一起好说。陈，我弟弟和你是同僚，咱们共同为江陵做事，你不给他们面子，给我面子。这个苏什么就是个祸害，今日若不把他除了，我申家以后在江陵还怎么混？面子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告诉各位，上面有命，让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力保苏先生。苏先生的身份等同于苏家少主。我劝各位不要不识抬举，否则的话，4位犬子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陈王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跪下来向苏先生道歉，这件事情得过且过，不然的话，陈王，实不相瞒，你被他给骗了。唐总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哼，这个苏云，我和林总太了解不过了。他原本是林家的上门女婿，后来不甘被林总抛弃后，就把江湖骗术、雕虫小技搬到这里。什么狐假虎威、攀龙附凤，他演绎一绝。2天前，他假冒苏家少主，用叶小姐之手传递假消息、假新闻，把4大族长骗得团团转，闹出笑话。现在他又故技重施，将陈王拉入泥潭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都是他和叶家的手段？没错，这个废物在我们林家吃了5年的软饭，他什么德行、什么底细，我们都很清楚。陈王啊，你是被骗了。林家待他恩同再造，他却反咬一口，让林家蒙羞。看来陈王这是不信呀。婉宁，你来说说。苏云他的确是我前夫，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愿承认。至于原因嘛，想必只有作为女人才能理解。当你的丈夫是一个软弱无能、唯唯诺诺、毫无主见的废物时，除了死刑，别无他法。陈王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与这个败类人渣同盟，下场和叶家一样。不错，就是因为攀上了这个扫把星，叶家才倒了这么快。上面的消息不会错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4位都跟我走一趟吧。奉天玉新任首座，果然威风凛凛，连我的人都不放过。太上皇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只是晚来几分钟，这问鼎大选就被几个小人物搞得一团乱。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问鼎国际的 CEO 就要被陈王抓走了。陈王是非不分，非要与我们作对呀，还要把我们的座位让给狗坐，竟有此事！是啊，说的没错。他们这些人明知道我们都是太上宫您的人，还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，这明明就是在打您的脸呐！哼，陈王，你给我一个交代！其实晚辈认为这从中是有一些误会，但这误会的根源就是这个废物。他就是2日前大闹唐宅，把江陵4大家族搞得一团乱的祸首。不错，这个废物别的本事没有，狐假虎威、装腔作势那是一绝。不仅骗了林总5年，成为林总的上门女婿后混吃混喝，现在又巴结上叶家，叶家因为他又骄兵瓦解，现在又找陈王做事，企图把陈王拉入泥潭呐。这么说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废物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既然如此，问鼎大选不用再继续了。我以苏家代理人的身份宣布，唐良生正式登顶。至于这个废物，直接流放怒江。哦，你还在装呢？如今站在你面前的可是江陵第一人，连苏家少主都要抬手拱让的存在，能让他老人家对你动手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太上宫，万万不可！陈王，我已经替你求情了，如果你还要维护这个废物，那你就跟叶家的下场一样。看在同僚一场的份上，老夫劝你不要一意孤行。看在泰山宫能够让你坐上首座的位置，他也能让你滚下来。苏先生的身份，我们真的惹不起。陈王，你是在搞笑吗？这个狗杂碎，除了吃软饭，还能有什么狗屁身份？话说回来，这个废物的骗术的确高明，不然老夫也不会闹出与孙子断绝关系的笑话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这张老脸都不要了。黄某又何尝不是如此啊？就这个废物，趁着叶家大树未倒，将我儿罢为废人，如此血海深仇，老夫恨不得将他扒皮抽筋。2天前的事我也在场，仗势欺人、蛮横无理的是各位公子，和苏先生没有关系。叶小姐说得对，看来该道歉的是我们。我现在就安排人把他给埋了，然后跟他说声对不起，你该满意了吧？动手！住手！太上宫，再说一遍，苏先生，你真的得罪不起。陈王，你竟拿这个废物跟太上宫比，太上宫打个喷嚏，这小子他就是有100条命都得玩完。我说，你们是真蠢呢，还是在装蠢？2日前，在唐宅内，因为一场冲突，4大家族顷刻覆灭，唐家
数百亿的资产全部被冻结，这只是巧合吗？陈王，你是吃错药了。抢两天的事儿，泰山宫已经解决了。至于后来苏家的惩戒和警告，那只是乌龙。看来陈王还是深信不疑。正是因为这小子一个电话，让4大家族陷入金融危机。如此来说，难道他就是那位正襟危坐于镐京苏家的苏家大少？啊，就是苏家少主。无稽之谈，荒唐至极！陈王，高升以后，你的脑子不好使了吧？竟然相信一个无名鼠辈！苏先生，这个位置我坐不来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后悔了。这个位置除了我，谁都坐不了。我的确不配坐在这里，而你当然更不配。现在我终于确定，你就是他了。这青龙之位，应当主属于我心目中的绝顶、绝世无双的苏家少主苏先生。叶大小姐，你认为的绝顶就只会站在背后畏畏缩缩、扭捏作态吗？如果这样的人也算是大人物，那么唐少爷岂不就是举世无双、天下第一、无可取代？林总，你果真是眼界狭隘、不识真君，而你们林家更是有眼无珠、坐井观天。5年前，苏家过着负债累累的生活，从苏先生成为你丈夫开始，林家大变，不到半年，你就成为了职场炙手可热的高管，接二连三得到了贵人的相助，然后走到今日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和唐家联姻抛弃了苏先生，这问鼎大选的 CEO 其实应该是你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很早之前我就认识了苏先生，而我确定他就是苏家少主。一个林家赘婿，怎么突然就成了苏家少主？哼，这世上只有2个人，谁也得罪不起。第一位就是位于苏家的苏家少主苏凛。诸位，常言道，士族之下称作豪门，豪门之下呼作富户。而我4大家族也好，还是唐家也罢，也就勉强称为豪门。苏家作为我大楚的第一氏族，其少主虽不怎么露面，但是其身份地位居于万人之上。而眼前这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是苏家少主？叶小姐，听到了没有？冒充苏家少主，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。他要是苏家少主，那我就是镇魔殿殿主。苏家一门6将，绝世无双，但镇魔殿才是国之脊梁。唐总，万一苏先生真的是苏家少主呢？哼，他倘若要是苏家少主，那这4个位置我便让给他的狗坐。另外，我还跪下来给他舔鞋。够了，陈王，你和叶小姐的双簧可以结束了。我作为苏家的代理人，和苏家少主是陈年老友，你们这种驴蒙虎皮的雕虫小技，就不要在我面前摆弄了。听到了吗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苏家少主。泰山宫已经拆穿，同样是苏家大少高高在上，而他只配给人擦鞋。我的确不是苏家少主。叶小姐，陈王，听到了吧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但苏家少主在我面前，得很受殊功。小兔崽子，你敢对少主不敬？对不起，让你失望。但是这个位置看来你来错。等等，你是说你不是那个苏家少主？是我认错了人，我以为你是他，5年前的他。叶小姐，回头吧。曾经的我也像你一样，被他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欺骗，以为他卓而不凡，与众不同，到最后除了绝望，一无所获。苏先生很好，只是我误会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，那么现在知难而退是保全叶家最后的机会。苏先生虽然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但我说过要护他周全。清军令在此，见此令如见清军，所有人让开。苏先生，我护你离开。叶小姐，
你怎么确定我不是鸟巢人？5年前，子怡喜欢上了一个和苏先生长得很像的人，后来他给了我一个信物，那个信物我找人查过，是苏家继承人的宝物。那信物你还留着吗？ 5年前，我经历了一场意外，失去了记忆，至于那信物也没了。叶小姐，你看，是这个。看来今天问鼎大选，不光是比拼财力、实力，还要看是谁的人多，谁的拳头硬。对付你这种不良的瘪三儿，就得用最下流的手段。毕竟给你讲再多的道理也是浪费口舌。泰山公，让你的人动手吧。等一下，陈王，你的面子我也给了了。今日问鼎大选，社稷苏家万亿资金入主江陵，你若不识趣，耽误了江陵大事，你的公职就做到头了。我只是想提醒各位，叶大小姐手里边是有清军令，咱们总不能连叶老爷子也不放在眼里吧？好一个清军令，只是不知道和我手里的这段视频相比，它的分量价值几何？我是被冤枉的，也希望你们能放我一马吧，求求你们了。现在只要我一句话，清军就会一罪流放。叶子怡，你想好了吗？泰山公果然非同凡响，连清军都能拉下马，连清军都得向泰山公磕头求饶。看来在这大楚，泰山公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叶小姐，这清军令不值钱了。往后这江陵、荆州两地为泰山公独尊，而我这问鼎 CEO 也会协助泰山公所向披靡的。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江陵万亿资产亏空，你叶家责任最大。我只是提供了些确凿的证据，没想到上边就把老爷子抓住。现在清军的去留尽在我的掌握当中。叶子怡，你要么听我的，要么你不要乱来。怎么怕了？刚才不是要说护送这个废物离开吗？还要说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吗？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清军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啊！这就是和泰山公斗的下场。只要我们还跟着泰山公，日后这江陵和邢州两省的霸业都是我们的。在下不才，在这两省七地也是数一数二的人。你叶子怡带着一个废物来到我的地盘踩我的人，就没想到过后果吗？放过我爷爷，至于其他的，我都听你的。高高在上的叶大小姐，怎么成这副可怜模样了？哎呦，真是我见犹怜呀！想不到泰山公的势力已经能和苏家少主并肩了，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人王，现在回头还不晚。至于有些人，他是无路可走了。叶小姐，如果早就如此，我们又何必闹到这种地步？现在清军的去留不仅由我掌握，连叶家所有的资产也就尽归我囊中。这就是和我的人斗，和我斗，和苏家斗的下场。太上公，叶小姐也是鬼迷心窍，不知所以，您就网开一面放过她吧。林总这是在为她求情。作为女人，我很能体谅叶小姐，毕竟被一个深信不疑的人推入深渊，那种痛苦不堪我深有体会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人引起的。苏云，没错。现在给你一个救赎的机会，让他滚过来，跟我的人道歉，把鞋子舔干净。今天叶家的事情就翻过去。叶小姐，这是你唯一的后路。另外，苏云，你就看在叶小姐那么帮助你的份上，你就当做报答她，立刻下跪求饶道歉，当一次狗。一边是你的骨肉至亲，一边是一个陌生人，江湖骗子废物，怎么选？不用我教你吧。
我的答案是不。这本来就是我叶家的事儿，和苏先生无关。除了这个，其他的我一定照做。叶子怡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？你连为了他，爷爷都不救了吗？叶小姐，你已经为他付出了全部，就让他替你低头认错，这有何难？苏先生没错，为什么要认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马上就会后悔了。不愧是将门叶家之女，有情有义，气冲霄汉也好。今日想救你爷爷，我就介绍3位大人物给你认识。如果你能答应其中1位的求婚，不仅能救你爷爷，还能让你叶家再创辉煌。林山公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叶大小姐明摆的不和咱们合作，您还要为她介绍良缘？闭嘴！不好戏看了。这3位每一位都可以救你爷爷，救叶家。第1位是位乞丐，衣食无忧；第2位是位算命先生，能说会道；这第3位嘛，以慈悲为怀，嫁给他有理有面。哎呀，这泰山公果然是阅人无数，为叶小姐找的这3个老公简直是人中龙凤啊！叶小姐，你选吧。叶小姐看上哪一位，走过来亲他们一口，这样你爷爷就有救了。苏云，你连你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够了，我嫁。我喜欢的苏慕白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嫁给谁都不重要。叶子怡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苏慕白的，你不用骗我了。苏慕白5年前就已经走了，否则他早就来找我了。你只是像他，但不是真的。苏慕白？苏慕白是什么？听都没听说过。叶小姐，到现在你还寄希望在这个废物身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泰山公的耐性是有限的，叶子怡，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，赶快选吧。好，我选。3位，叶小姐已经答应你们了，还不赶紧去疼爱疼爱叶小姐？陈王，到！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是。立刻滚！我人头落地。苏云，你要干什么？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能欺。莫说江里放眼大楚9000万里也没有，这些在场的蝼蚁不能这条苏家的狗。够！刚才的事儿你都听到了。既然泰山公这么喜欢强迫别人娶妻，那就赏他3桩天赐良缘。苏家的狗既然对武术一应不精，我立刻照做，其余的全凭武术胜财。打开大门，泰山公，苏家有份大礼送你。苏云，你笑什么？你敢假传假冒苏家旨意，冒充苏家家主？冒充苏家代家主苏烈也只是我侄子，我需要冒充他？大家听到了吧？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他的意思是他是苏家代家家主的长辈，凌驾于苏家众人之上。如此一来，那泰山公您见了他，都是要跪迎的呀。哗众取宠，苏云真是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啊。苏云，我原本以为你和他有点相似，但也只是相似而已。谢谢你对我施以援手，但是苏云，苏家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，你明白吗？差点被你给唬了，冒充苏家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来人，别急，这就到。苏家赏赐泰山公礼到。苏家赏赐到，泰山公将上冤，还不下跪领赏？废物，看到了吗？你还号称自己是苏家的长辈，苏家对我的赏赐已经到，等我领完赏赐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江上渊领苏家赏赐。
苏家下人江上渊10年垂尾，得主垂帘，念此问鼎有功，特赐好经绝色3位。苏家公子赐的3位美女果然是绝世啊！泰山公深得苏家信任，今日又当着众多权贵的面给予赏赐，真是让我等羡慕至极呀！说得对，等泰山公领完赏，废物的死期就到了。泰山公果然非同凡响，恭喜泰山公再次赢得苏家主子的认可。如此3位美艳动人的美女，我江某就笑，日后入了我江家好好侍奉，日后不会亏待你这个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。不是说自己是苏家的长辈吗？我当众压你，苏家却给我赏赐3位美女，你还要以苏家的身份帮叶家翻身，我就看你这戏怎么演。婚约已达成，去请泰山公的婚期。猪，这苏家主子赏赐的不是3位美女吗？这怎么是3头猪啊？这不是骂泰山公猪狗不如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苏家家主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们3人身上都带有苏家的拳皇令，随时可登场。泰山公，这份婚约你可满意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他就是苏慕白，他是苏慕白。陈王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苏慕白已经死了。属下陈亮拜见镇魔殿殿主。镇魔殿殿主，陈王，你这又是闹了哪一出啊？怪不得苏先生一句话，这苏家少主就直接封杀了4大家族。怪不得上面突然有一股力量驻扎江陵，还特别交代我，让我们奉天玉无论如何要确保苏先生不能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没有人能像苏家少主一样，就凭一句话就能够强压整个江陵。如果有，那这个人一定是镇魔殿殿主。你他妈放屁！就他这屌样，跑龙套都没人要，还他妈镇魔殿殿主？也就你信。苏家五子慕白领10万镇魔大军，所向披靡，绝世无双，改称大楚帝师，号国之利刃，助立于万人之上。你们要是不想死的话，他妈的立刻马上跪下！陈王疯了，咱彻底没救了。又一个上当，堂堂奉天玉首座，居然是一个赤裸裸的小丑，这传出去贻笑大方。怪不得陈王要和我们铁了心作对，原来被这个废物传染了精神病。你说他是镇魔殿殿主，证据呢？作为一个大楚帝师的殿主，为何故意隐藏身份，又来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地方？你认为是他脑子有问题，还是我们愚不可及，无法理解？我只知道，他一定是那位大人物，不会错的。陈王疯了，来人，带陈王去就医。我看陈王是刚刚的高升啊，就像半斤重举一样，这起疯了。你们要相信我，他真的是那陈王，你动动脑子吧。如果说他是伫立于万人之上的立国之刃，那又为何叶小姐在受人屈辱时，她却无动于衷？那又为何所有人把叶家强压时，叶思怡无力反驳，她却能够从容不迫？她是镇魔殿殿主，我看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守不住，这虚名利禄要来何用？什么凌浩大案、围剿魔主大计，从现在开始都与我有关。叶子怡，5年前对你承诺的人是我，苏慕白，抛下你与林婉云生活了5年的人也是我。我苏慕白护得了大好河山，却唯独丢了我这个最在乎的人。这镇魔殿殿主以及苏家继承人，和你相比，都只是一个笑话。
你他妈还挺上道！老子刚说完，你就顺着杆子往上爬。那老子要是说我把你所有的女人都把玩一遍，你也要加入吗？唐大少，我有一份礼物送你很久。你一个废物，能他妈送老子什么垃圾东西？这可是个宝物。哦。送归西。上上！天杀了，冲上！重伤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废物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反了，彻底反了！大包天竟然敢当着泰山公的面伤人，看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苏玉，你个黑心的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把你带回了林家。真正瞎了眼人是我，林婉宁，你让我丢了5年的挚爱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你浪费我女儿5年的青春，我还没跟你要钱，你倒好，反打一耙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有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够了，苏玉，收起那无用的深情。你现在说这些话，不就是为了彻底捆绑住叶小姐，让她对你掏心掏肺，好不在这种时刻抛弃你？你的这些惯用伎俩，我早就看透了。苏先生，这枚玉坠不是你女儿的吗？5年前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哪些？我记得她的脸，记得这枚玉佩，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但是被人掉了包。他们是不是告诉你，那个孩子已经死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苏木兰。5年前为了报恩，我来到了江陵，通过这个玉坠找到了当时寄养在林家的情人，我才会把林婉宁为正义。为了不让魔种盯上林家，也为了让林婉宁以为她只要靠她自己就可以登上云顶，我一直默默的站在林家背后。如果不是再次遇到你，如果不是因为起了重病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叶子怡，你才是我要遇到的人。苏先生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个气我来问了。演得不错，不过我没有耐心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给我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再找一良配，让叶小姐晚上就入洞房。一群杂碎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属下参见店主。起来吧。把这些碍眼的东西全都给我拖出去！店主，素云她真的是镇魔殿店主？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演的。像这样跑龙套的，街上一抓一大把。素云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事。上次是在唐家，这次是在万众瞩目的问鼎 CEO 大选。爸，你要帮我报仇，恨不能食其肉骨。太人王，这个废物都骑到我等头上了，你还继续容忍下去吗？混账！我不管你是从哪儿找来，在这儿跑龙套，现在立刻终止这场闹剧，滚！该终止闹剧的人是你们。江陵4大家族已被除籍，今日问鼎大选评审团就地解散，你们可以滚了。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说。让我能滚，这问鼎大选还开不开了？苏家的代理人泰山公还没发话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资格？苏家代理人，他不配。我不配？难道花钱雇你来演戏的主子他才配？就你们几个人，还不够我吐口唾沫？3分钟，东方酒店就会被武装部队包围。如果你不想跟这个废物同葬，那就跪下来求我吧。苏云，难道你就只能站在女人背后，像个草包般让他们替你出头？现在又有了新的靠山，是不是打算抛弃叶小姐，转投新欢呀？林小姐，我劝你自重。江陵4大家族和唐家已经伏法，而你确定要做下一个吗？多谢提醒，但恐怕以你们的本事，还动不了我，也万万动不了林家。你就这么自信？苏云，你不是一直问我，为何短短5年时间，林家可以青云直上，成为江陵炙手可热的经营公司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第1桶金是怎么赚到的吗？那都是因为泰山公。
5年前你离开，我以为我们都结束了，没想到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林家。原来5年前跟咱们婉宁有一段感情，竟然是太神宫。什么？原来你腹中的孩子是他的？能让我林婉宁付出一切的男人，当然是至高无上了。江先生，您这次回来是为了我对吗？林总，如果不提起5年前的事情，我早就忘了。你对于我来说，只是一个玩物。哼！你说什么？5年前你在帝豪酒店霸占我的身体，然后一走了之。你现在告诉我，那就是一场游戏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，不惜与那个废物一婚，拼尽全力，也要爬上与你齐齐的高度。 5年前的事情，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话说回来，能让我江上渊看上的女人只有一个，叶小姐。如果你肯回头，我保证叶家回到正轨。江上渊，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告诉所有人你的真实身份。贱人，给我闭嘴！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大家听好了。 什么泰山公，什么苏家代理人，我只是他的面具，他的真实身份。我说了，闭嘴！江上渊，你好狠的心！今天就算我死，我要说出来。 他的真实身份就是魔族魔魂陈雄。刚刚大家都看到了，林总精神有些不正常，现在要和这个废物拼斗，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一个疯女人说的话，你们信吗？不是林婉宁。 你是活腻了吗？泰山宫可是我们江陵的支柱，你说话怎么颠三倒四？就算泰山宫和你有过这段感情，那也都是过去式了，怎么能够放在这个时候说呀？现在我们大家要同仇敌忾，不能让这个废物得逞。林总，我儿子还没死呢，你就着急着过河拆桥，寻良人改嫁？哎呀，唐老爷子，我女人本意这个意思。 你们林家的不要脸，我还真是见识到了。他们林家本来就是不入流的暴发户，要不是有堂主提携，今天他林婉宁一家3口就没资格站在这儿。像林家这种以下犯上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就应当立即逐出江陵。请泰山宫发落，收缴林家所有的财产，清除门户。你们。 泰山公，你放过我们林家吧！都是我女儿错了，我们林家跟她划清界限。对，有清算就清算林婉莹，千万不要让我们一起点错啊！妈，我没有这样的女儿。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养女，不是你有能力赚钱，我早就让你爸把你和那个废物赶出去了。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背叛的人。 背叛只有一个下场，还有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你说的那些鬼话谁会信？如果我信呢？你信？你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，你信有个屁用！我很好奇，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承认，你的女人是很能打。 就是再能打，能抵得过苏家的3000甲士。苏家少主和他的人马马上就到，你的表演彻底结束。林总，你为什么就能确定他就是魔主陈雄？他亲口和我说的，他答应我，只要我帮他逃过镇魔殿的追杀，他就可以给我荣华富贵，一世巅峰。一个疯女人的话，你们信吗？假的，肯定是唬人的。林婉宁为了攀上泰山宫。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这和他当初勾引我儿子、抛弃那个废物如出一辙。短短的5年时间，你们林家从一个小小的作坊一跃成为了江陵一流的世家。在这期间，你林婉宁出卖了多少次身体？
想想啊，我都觉得脏。够了！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个所谓的泰山宫真的是魔主成型的话，那么诸位就是串通外敌、勾结魔门的罪名，按法理当九族下狱。叶子怡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别忘了，你叶家老小还在我的手里。你要是不乖乖的顺从，让苏家的人马到，你们都得咔嚓。苏家少主到。老夫有生之年，居然能见到少主死而无憾呐！苏家大圣，那可是大楚的1号人物啊！叶子怡，苏家少主已到，没有机会了。少主，来吧。少主，有几个不明所以的杂碎在这里闹事。我正要把他们清出去，您就来了。手下办事不力，还请少主责罚。办得不错，5年了，我居然现在才知道你还有第2种身份。少主，您这是几个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快你就知道。晚辈苏礼见过你师门。起来吧。什么？主公？这封察少主居然给个废物下跪啊！废物！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你们眼前这位是我们苏家的第1继承人，苏慕白。叔公，如果你是苏家第1继承人，那苏家少主呢？少主，顾名思义，就只是少主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疯了，不可能是真的！请君叶老爷子到。老朽叶无名见过苏家大主子。爷爷，你不是被泰山宫要挟了吗？怎么会？那都是假的。为了配合苏家大主子，也故意给他们唱了一出苦情戏，为的就是揪出他们魔主的身份。陈兄，这5年可真是委屈你了。你作为魔窟魔主，你东躲西藏，不惜做我苏家的一条狗。不过，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。少主，5年来，我为苏家可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，你可不能听这些外人的谗言呐！你还不承认，江陵的1万亿资产就是从你那儿出去的，只不过苦于我没有证据，一直没能对你下手。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束手就擒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拦得住我？苏里，没想到你为了这个废物，竟然把我都卖了。看来今晚你们都不想活着出去了。你现在跪下求饶，鲁叔公可能还留你一条活口，否则的话，下场只有一个。既然敢来，就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，门外的3000甲士已经埋伏完毕。只要我一个指令，这里就会灰飞烟灭。你真这么认为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认为我是魔头，该害怕的是你们。只要我想要，你们全都会变成尸体。苏烈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就把5万亿资产乖乖的打到我的账户，否则如何？我真后悔5年前没有一掌打死你。是门外3000甲士早就被镇魔殿的人拿下了。我原本都打算把这里的所有人都带回去，挨个审问。都怪你太心机了。你是镇魔殿的天顶11女，镇魔殿殿主鹰尾，定雷魔，除火鬼，断风煞，熔金夜叉，饮食魔头血，诛800恶鬼，绝世无双，盖封大楚帝师，号国之利刃，诛于万人之上。真的是都怪我太任性。
仔，你真的是传说中那位？这魔殿殿主才是真正的苏家大主子。我们眼下，生活眼下，他果然是真魔殿殿主。错了，错了也太离谱了。他才真正是蝼蚁，是我们呐！大选从始至终，我们都不配来。现在，这一切都属于我。我从来不在乎什么仪式荣华，你的身份。5年前，你救了我，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你了。慕白哥哥，我有一个心愿。你说，我都答应。我受够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子怡只想和你过平淡的日子。叶家也好，苏家也罢，还有万亿资产，都是浮云。我只想要3亩2田，1座平房，共度余生。龙雀，龙剑，就留给配他之人吧。